眼前这两个喝了酒的年轻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来到医院的停车场，偷走了一辆黑帮老大的奔驰轿跑。而此时正准备开车送货的两名混混则刚刚来到停车场，可由于偷走车的两人不知道怎么把车开出车库，喝大了的鲁迪和马丁便询问着混混大哥医院的出口在哪。就在两人离开之后，混混们这才反应过来。Hast du gesehen, die haben die gleiche Auto wie wir. 而鲁迪和马丁偷走车子，却只是想去看看大海，因为就在昨天，年轻的鲁迪和马丁分别被医生判决了生命的死刑。由于家族遗传，马丁脑袋里长了一个肿瘤，再加上肿瘤已经压迫到了神经，他已经活不了几天了。而鲁迪则是得了和父亲一样的骨髓癌，虽然可以治疗，但此时的鲁迪也已经是晚期了，因为就在20年前，他的父亲就是因为骨髓癌离开了人世，所以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等到两人在病房中相见，害怕死亡的马丁开始向鲁迪搭话，在得知了鲁迪从来没见过大海之后，喝醉的马丁便决定带这个刚认识的好兄弟去到海边，不然等到鲁迪死了，他都没办法去到天堂，因为现在天堂最流行的就是大海呀。传说只有见过大海才能去到天堂。就这样，喝醉的两人误打误撞偷走了黑帮老大的车子。等到第二天，鲁迪醒了过来，看着正在开枪的马丁，他询问道 Wo hast du die Pistole her? Aus dem Handschuhfach. 听着马丁说着昨晚的经历，鲁迪害怕了。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在昨天做出了违法的事情。可马丁却问他：“你想在死之前见到大海吗？” Ja, ich weiß. Ich will ja auch ans Meer, aber ich habe ein bisschen Angst. Soll ich dir was sagen? Du brauchst keine Angst zu haben. 而另一边，由于那辆车上有着黑帮老大十分重要的东西，这位黑老大便告诉那两个混混赶紧把车子找回来，不然的话自己保证会立刻送他们去见上帝。可这两个混混却以为老大要的是那辆轿跑，他们去二手车行得到了价格，在得知这辆车值8万块之后，两人便想着去搞点钱来填坑。与此同时，鲁迪找来了一张地图，马丁则在给车子加油。而就在要结账的时候，因为两人身无分文，马丁没办法支付油钱，可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那还有什么好纠结的呢？但当鲁迪看着店里发生的一切，他赶紧冲进了商店，想要阻止马丁。可就在两人争论的时候，老板却告诉两人，自己的一个熟客即将在2分钟后来到店里，并且那个人还是位警察。等到警察来到店里，马丁已经站在了柜台前招呼着男人，而此时在他的身下，鲁迪正用手枪对准了商店老板的脑袋。等到马丁忽悠走警察，他们拿走了柜台里的现金，离开了现场。既然要决定去到海边，两人便来到了西装店，各自挑选了一套帅气的西装。但当马丁听说这套西装要2000多块的时候，他知道在商店抢的钱是不够了，所以他从柜台拿起了一个纸袋，来到了马路对面的银行，掏出了手枪。马丁让工作人员装了8万块的现金，他便想着离开现场。而这时候，正准备去抢银行填坑的两位混混遇到了刚刚抢完现金的马丁，两人还好奇地看向马丁。等到马丁回到西装店付完了钱，那两个混混也进到了银行。Da kommen Sie ungefähr eine Minute zu spät. 就在这时，收到报警电话的警察也赶到了现场。就这样，两名没有抢到钱的混混和警察们在街道上展开了枪战，而抢到钱的两人已经离开了街道，继续向着海边出发。鲁迪也终于开始尝试着这种当亡命徒的生活。可就在这时，由于脑部肿瘤压迫神经，马丁时不时的便会发作癫痫，而他也只能赶快吃掉医生给开的处方药才能恢复过来。为了休息一下，两人暂时走下了车子，看向天空。Glaubst du wirklich, wir werden auf einer Wolke sitzen und uns über das Meer unterhalten? Das glaube ich ganz fest. 可就在两人即将再次上路的时候，马丁意外发现了后备箱中的一个手提箱，而里面装着的正是黑帮老大的100万现金。眼瞅着即将吃喝不愁，两人去到了高级酒店休息。在这里，鲁迪和马丁各自写下了几个临死前的愿望。他俩现在有钱了，两人决定各自满足对方的一个愿望。马丁的愿望是像母亲喜欢的电影明星一样，送给妈妈一辆凯迪拉克，而鲁迪的愿望则是体验一次他这辈子没体验过的东西。2 Frauen ficken. Mit ihnen schlafen. Ficken. Was du willst ist ficken. 但就在这时，马丁又一次发作。鲁迪只能赶紧给他喂药，并且安抚着他。可就在天亮之后，起床打哈欠的鲁迪却发现了追踪到这里的警察。虽然两人赶紧行动，但他们还是被2名警员拦下。而这时，马丁则用枪挟持了鲁迪，他把鲁迪当作自己的人质，要求警察放下武器，并且换上了他们的衣服。利用这身警服，他们不仅逃出了大厅，还遇到了想要找回车子的混混。眼看混混们表明了身份，马丁便把车钥匙还给了他俩，他们则坐上了警车离开。可两人运气很差，这警车没开多远便坏在了路边。不过好在他们穿着警服，鲁迪和马丁拦下了路过的车辆，两人以要执行特别公务为由，开走了这位大哥刚买没多久的新车。而就当两人来到镇上重新换了身衣服准备离开的时候，马丁发现了路边大海的照片，可激动的他却再次发作。由于要吃光了，鲁迪赶紧去到路边的药店，但由于这是处方药，药店的医师不能随便给他。为了救回自己最好的兄弟，一直以来都是守法公民的鲁迪掏出了怀里的手枪。
在拿到了药给马丁喂上之后，警方已经迅速来到了现场。而因为是在小镇里发生的枪击事件，电视台的人立刻便来到了现场播报。由于前面马丁挟持过鲁迪，所以警方和所有人都认为鲁迪真的是人质。为了人质安全，他们不敢随便开枪。马丁在威胁了一通之后，他带着鲁迪进到了路旁的饭店里暂时休息，因为店里的员工十分热情。马丁甚至还在临走前给了他一叠现金。等到两人走出餐厅，马丁抢了一辆车子，在电视台的采访下，两人离开了小镇。而这发生的一切也让黑帮老大在电视里看到了，并且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手提箱。由于他十分的生气，黑老大决定让手下带着杀手们开始追杀。而另一边，当地的警方正在公路上疯狂的追击马丁两人。面对身后数不过来的警车，马丁疯狂加速，可就在他们的前方，那黑老大安排的杀手们也等待着两人。不过就在这时，警方们已经来到了现场。这一瞬间，现场就变成了杀手们和警方的对峙。而就在这时，随着马丁踩下油门，两人冲进了旁边的玉米地里，而杀手们和警方则开始了猛烈的枪战。在不知道打了多少发子弹过后，现场虽然还是零伤亡，但警方还是暂时撤离了这里。可马丁和鲁迪这时却一个不小心冲下了山坡。等到警方的直升机赶到，现场却只剩下了一辆空车。而此时的马丁和鲁迪已经逃离了现场，两人打了一辆出租车，找到了专门卖二手车的车贩子，在买走了马丁妈妈最爱的凯迪拉克之后，两人离开了这里。可这车贩子却早就认出了两人，并且立刻拨打了警方的电话。在这天雨夜，马丁带着鲁迪找到了自己的母亲。在许久没有相见之后，马丁深情地拥抱了自己的妈妈，并且他给母亲送上了自己准备的礼物。而就在这温情的时刻，早已埋伏好的警方却围住了三人。由于鲁迪是人质，他立刻便被警员拉走。而此时现场却只剩下了蒙圈的妈妈以及想要抵抗的马丁。眼看一切已经结束，鲁迪劝着马丁赶紧放下武器，最起码还能活下来。至于自己看大海的事情，等以后再说。可马丁这时候却说来不及了，因为不仅是鲁迪，自己也没有见过大海，而且马丁也活不了几天了，他不能放弃。随着两人互相对视，大雨中的马丁倒下了。鲁迪知道他是再次发作，便大声让警察赶紧叫救护车来，不然马丁很快便会失去生命。等到警员和医护人员把马丁送上救护车，而鲁迪也跟着上车，他想要帮忙。看着上车的鲁迪，警员们甚至还赞扬他不计前嫌，夸他是个好人。可等到救护车来到郊外，鲁迪却看着睁眼的马丁笑了起来。等到两人把车上的员工绑在路边，演了一场大戏的两人再次抢到了一辆车。在更换了衣服之后，本想去到海边的两人却发现了路边的午夜俱乐部。看着舞台上跳舞的美女，马丁要帮鲁迪实现他的愿望。可就在鲁迪上楼之后，刚刚洗漱完的混混去发现了他，两人赶紧告诉了他们老大。没一会儿的功夫，刚刚完成愿望的鲁迪被带到了地下室。在这里，马丁和鲁迪被黑老大逼问手提箱的下落，可两人早就花光了那100万。在这一路上，他们把这100万的现金分发给了遇到的每一个人。这两人就像小天使一样花光了黑老大的钱，可黑老大却认为两人撒谎，于是他便掏出了手枪想要威胁两人，但他俩可都是身患绝症的将死之人，两人谁都不怕死。Ich kratze überall ab, ich habe einen Gehirntumor, das ist mir so scheißegal. Und weil ich dich habe. Ich will Sie ja nicht wütend machen, aber ich habe Knochenkrebs. Spätes Stadium. Mir ist es auch egal. Schnauze! Ich knall dich jetzt ab. 而就在这时，黑老大的幕后老板却来到了地下室。他听说了鲁迪和马丁身上发生的一切。幕后老板不仅没有怪罪两人拿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100万现金，他还耐心地询问两人想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得知了两人这辈子还没有见过大海之后，他放走了两人。 In heaven, that's all they talk about. The ocean. And the sunset. How fucking wonderful it is to watch that big ball of fire melt to the ocean. The only light that is left, like a candle, is on the inside. 等到两人驱车来到海边，他们终于闻到了大海的味道。那味道就像是两人第一次相遇时喝的那瓶加入食盐和柠檬的龙舌兰酒，虽然熟悉，但是独特。Rudi, ich muss dir was sagen. Ich weiß. Aber soll ich dir was sagen? Du brauchst keine Angst zu haben. 在海风中，鲁迪和马丁拿着一瓶龙舌兰酒向着前方走去。两人走了许久，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海边。看着眼前的大海，鲁迪喝了一口，递给了马丁。马丁在喝完之后，便坐在了沙滩之上。随着他做好了准备，马丁敲开了天堂的大门，离开了人世。而鲁迪看着马丁已经离开，他便坐在了马丁的身边，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大海。他等待着自己做好准备，也来打开这天堂的大门。